中年男人在面对女人闹情绪、闹分手的时候，该如何站着把事儿给平了？如何把关系谈得又爽又长呢？答案啊，就是平衡张力与可得性。你别觉得好像很麻烦，听不懂啊。你想啊，你天天在外面忙得脚不沾地的，眼睛一睁就是项目、客户、公司业绩以及管理。你不说一定要有个贤内助吧，至少你回了家，你也希望家里那位能给你补充一些能量，给你一些情绪，对不对啊？就是咱们俗说的充电。那这个啊，其实完全是由你决定的。在你俩发生矛盾的时候，你的应对方式就决定了他日后对你的态度，还有就是你在关系中的一个体验是好的还是差的。所以这一期内容呢，就是算是焦哥总结了上万个 case 以后呢，给到兄弟们非常顶用的一个思路。首先你要明白什么是张力，什么是可得性。张力说白了就是我不怕，我不怂啊，他要闹哪样我能接得住招，对吧？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男人的定力。那可得性呢，就是我在乎你，我在乎这段关系，那我也想要咱俩好好的，但是前提是咱不能突破底线，不能丢掉原则，对不对？这两个就像阴阳八卦一样，它讲究的是什么？平衡。很多兄弟都是有误解的，他只专注于一个面。比如之前就有个兄弟啊，他也算我的老粉丝了吧，几乎我每一期视频真的是会认真观看的那种啊。但是他学艺不精，专注于学习拉扯，专注于学习博弈，专注于人性的这些表层的东西，他忘了人性最后都是要回归于和平的。我们要解决的是矛盾，而不是对方。那他当时是什么情况啊？就是他女朋友怀疑他跟别的女生有染，但其实他没有。只是因为事业圈子那儿呢，确实会有一些异性呢比较那个什么，所以他很不爽，非常不爽啊，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错。那有一次呢，这个女生在家里啊，就突然就跟他说：“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对你的喜欢只剩下不到以前的一半了？”他当时立马就回怼回去说：“你也别讲什么一半不一半的，如果说你觉得咱俩不合适，咱俩现在就可以分开。”你们听起来是不是觉得他很刚，非常的激进啊，好像很爷们儿的嘛？但其实啊，我说实话。这个刚跟激进在这里是 OK 的啊，这个其实叫做拉张力，知道吧？跟我之前讲的做空关系是一个意思，都遵循同一个人性法则，就是比狠。你越不怕失去，越无所谓，对方反而会越在乎你。这个道理很多女生，尤其是那种漂亮的女生，她们在中学时期就懂了，因为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只要她做出退出的举动，男生就会态度立马转变，对吧？就会来讨好，来挽留，来哄你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兄弟这样讲，女生完全是懵的，他没想到兄弟居然这么狠。然后女生当时就哭了，哭完之后呢又继续说，那分开就分开嘛。那这个时候属于什么呀？这个女生是不服的，她还想以此来逼你让步，但其实这不是女生的真心话，都是言不由衷的表达。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？张力越拉越高，双方都会很紧张，氛围呢也会非常的有压力，就像一根被引到极限的毛巾，一人扯出一边，谁都不肯松手，里面的纤维已经绷到了断裂的边缘了。然后兄弟他依然还在拉张力，继续说什么？那我帮你收拾一下行李，送你下楼。女生当时一听直接顶不住压力了，就说今天也太累了，你也太狠心了吧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我明天自己走。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示弱信号，但兄弟当时他没有注意到，他直接去卧室给人家把行李直接给收拾好，送女生下楼。然后这个女生就开始控诉了，说你居然对我心狠到这一步，你怎么能这个样子？兄弟到这个时候他在干嘛？他还不知道停手，还在讲什么既然你要走，那咱就别说这些废话了。后来换来的就是女生真的就是丢下了一句话，行，然后提着箱子直接走了。然后兄弟他就以为自己赢了嘛，那女生过2天可能会乖乖的回头再来找他，因为他们俩之间的相处的这个关系一直都是处于表面上男高位的，结果关系也就这么破裂。当然这个烂摊子呢，焦哥后来也是帮他摆平了啊，焦哥是有这个能力的。但我更希望兄弟们你们自己能够成长起来，别等到关系破碎了才想着来亡羊补牢。因为我发现很多的兄弟都是这样啊，在关系里面只会硬刚，就只会拉张力啊，这个其实有点本末倒置的。拉张力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对方的重视，而不是要争个输赢。当你争赢了，那你就输了他。
就跟比武是一样的，你友好的切磋一下其实是 OK 的，但是你不能一上来既分高下也决生死，对吧？所以我当时就给这个兄弟的复盘是什么？就是其实这个女生讲的，哎呀，我有点累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收了啊，今天太晚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女生自己主动不选择走嘛，这个时候如果收一收，哎，给点台阶，两个人立马就能合得更好的啊。首先我们应该怎么给？态度放缓和一点，把这种对峙的压力给他卸掉，然后跟他说，那你过来吧，我们贴近一点，好好聊一下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就是说，你知不知道这些都是你没有安全感导致的问题？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，我跟别的女生只有业务上的往来，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瓜葛，那些都是你的幻想。但是你不能总是这样担惊受怕，对吧？那咱俩过日子，我也希望咱俩能把日子过好。其实你对我有这些猜疑的时候，我也会觉得很委屈。那我也不希望你有这些猜疑，让你觉得消耗。所以我以后尽量努力做得更好。那我也希望你能够尽量努力来信任我。这样我也会更有动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就是直接点破他的嘴硬心软，同时我们还干嘛？让他无处遁形。我们的话语其实是，就是他会有一种被看见的心安，然后也一定就是我们要给他讲清楚客观事实。因为如果你不说，女生就真的会以为你确实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儿。你一味的说我不可能，我没有，你怎么冤枉我这种类型的话，就是他不会完全信的。女生是多疑的。只是有时候他真的就争不过你了，他只能委委屈屈的就让人扔着，然后告诉你说，哎呀，那好吧，就这样，然后他会一直伤心，一直想，他越伤心就越联想幻想，那么他就会觉得一切都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做好，然后在外面拈花惹草等等。那这个其实就是女人的大脑啊，她就是这么奇怪，就是比较情绪化的啊。你们不要觉得麻烦，这是一个女人在乎你的一种，对吧？如果说她在你面前完全是讲逻辑的，那你们要小心了，他可能不是在跟你谈感情，更多的可能有一些利益之类的东西。真正很爱你，他会很无脑的，讲不了那么多逻辑的。所以说你在这个其中呢，你要不断的跟这个女生强调事实，那她就会自我合理化。哎，原来是我想多了，怪不得她这么生气，那我不能这么随便的猜疑了。OK， 你们听我讲，好像是不是觉得很简单？但是很多兄弟理论都懂，但是一放到现实情况中，他们就会干嘛呀？人设崩塌，一致性断裂。一致性断裂，我好像前不久也刚讲过啊，可以去我主页翻一下。就比如说刚刚那个 case， 对吧？很多男人啊，在前面会拉张力，双方状态会非常的紧。然后当女生掉小珍珠的时候呢，当女生示弱的时候呢，啊，关键的来了，他觉得这事儿妥了，然后立马180度态度大转弯，去抱住女生说：“哎呀，宝贝，别哭了啊，我确实错了，对吧？”啊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时候女生她反而会有更糟糕的一个可能性，就是会想要在潜意识离开你，因为你一致性断裂了，你从那个强男突然又变成那个软弱无能的那个男人，你一直在端着，突然又转成了一个很弱的一个姿态，那你在女生的眼里，你的整个强男形象会变得很混乱，他会拼凑不成一个完整的形态的你，就还会容易触发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效应，叫做恐怖谷效应，他会觉得你像个假人，跟你在一起不踏实，知道吧？然后就会远离啊。再给你们比如一下，你本来是个耙耳朵啊，或者说是个好先生，然后你看了焦哥的这个所有的视频以后，你突然一下变得很有框架，你要跟女生去端着了，那这我告诉你们，你一定人设崩塌。他就像一个文弱书生突然要去舞刀弄枪了，他肯定是接受不了的。你们不要觉得说好像你突然一下立框架就有用了，不是的，它中间是有过渡的，那个过渡该怎么做，它是一步一步来的，它是一点一点的去让这个女生养成一个意识的。所以很多男生到我这里来学会了很多强男框架啊，好像是红丸觉醒了，还是说是懂了人性了，感觉自己能拿捏了，对吧？不是的，没有那么简单。就像是他本来每天晚上都要熬夜睡得很晚，然后你突然开始叫他早睡，他说你管我那么多干嘛呀？你其实可以告诉他什么？因为我要你吃饱了睡好了再来见我，这样的话你才能够陪我很多年，你才能够开开心心的陪着我。现在的你，我觉得你可能状态会不太好，休息不好，会状态不好。所以从今天起啊，我要管你的作息，管你的吃饭，管你的抽血查啊、提蛋白，这些都不是我在跟你的生活抢你啊，这些是我在保证我还能拥有你多久。这段话的底层逻辑就是在你的框架态度之上的，加上利他的目的，这样对方才更容易接受你的安排。当然这只是一种方式啊，针对不同的情况呢，肯定是有不同的办法。
说话的力度、态度的软硬，这些都得是根据具体两个人之间的相处状态去调整的。焦哥在视频里给你们讲呢，只能帮你们到这儿。如果说你们还是搞不定啊，个人情况太复杂，可以讲出你的故事。最后焦哥还是那句话，跟着我啊，学人性，用人性，活得幸福。